伊隆马斯克跟魏哲家在聊天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对于未来的无人机以及机器人，他最感兴趣。而在感兴趣的背后，他需要就是台积电的支持，需要台积电源源不断的晶片供应。那大家非常好奇是说，他对于机器人、对于无人机，难道基于他商人的嗅觉，这未来是庞大的商机吗？未来这个商机或者它的利益，会比他现在的电动车，会比他现在的 Starlink 还来得更庞大吗？可是没有想到，当更多的资料出来了以后，大家才发现，原来机器人以及无人机，它可能不只是它的商业规模非常庞大，不只是说它未来的获利非常的惊人。更可观的是，它在改变这个世界，它在战场的这个所谓的规则的形塑，它甚至在整个军事用途上面，可能比我们想象来的更巨大。无人机已经不用讲了，在俄乌战场上面，无人机已经证明它是这个世代里面最可怕的一个发明。如果你掌握了无人机，你就掌握了制空；你掌握了无人机，你就掌握了这个战场的先机。而不只是无人机，而机器人上面，我们看到了。在特斯拉，他们现在要招募一些员工，而这员工干嘛？是他们的机器人训练员。而在这个机器人训练员里面，就有人问他说：“这个东西，这个机器人未来可能会用在战场上吗？”就伊隆马斯克就讲说：“当然，而且它不像电影一样，它绝对不会失误。”难道我们看到了《魔鬼终结者》那样的画面，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出现吗？难道之前郭台铭讲说，以后根本不要人打仗了，由机器人来打仗，这样的画面真的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吗？难道在未来？你掌握了机器人，你掌握了无人机，你就是这个世界的军事霸权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了别人在帮首位的财经专家黄教授，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报董事长吴宇翔。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人张宇轩，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媒体人罗一德，大家好。好，第5位是资深媒体人吕一峰，大家好。好，第6位是战略专家李明辉，大家好。走。我们可以看到《魔鬼终结者》，对，那个有思考，那个会战争，那个是最强的超级战士。本来以为说那只是电影的。就没有想到，现在在人世间可能真的发生。因为伊隆马斯克在跟魏哲家讲说，未来我对2个东西最有兴趣。我对什么？我对无人机最有兴趣，我对这个机器人最有兴趣。本来大家以为说你是商人，你对钱非常敏感，你非常有嗅觉，所以呢，你现在就要进到这2个最大的市场。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出来。你有了无人机，你有了机器人，它后面不是庞大的商机，它后面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权力游戏规则。而且你掌握了无人机，你掌握了机器人，你是在掌握了 AI， 没错，你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军事霸权了。好，接下来全世界游戏规则被他们2个改写，一个叫伊隆马斯克，一个叫川普。照理说，伊隆马斯克跟川普结合在一起来说，伊隆马斯克说要发展什么？一个是无人机，另外一个是所谓机器人。这2个你想说，那这个有什么？是商业利益嘛？没有，事实上未来呢，川普跟伊隆马斯克要构建一个新版的星战计划。新版也就是说什么呢？用 AI 加上机器人加无人机，用这样来击败中俄，有3个结合在一起，这3个结合在一起才有非常大的这个力量。为什么要这样呢？这3个在线天下无敌吗？当然天下无敌啊！未来所有的东西都是，而且他们还弄一个什么 RDER 的计划，这是什么？快速的这个储备，也就是说，未来因为机器人跟无人机都比较简单，未来不排除他们有这样子一个货柜，就可以在货柜上面印出我要的机器人，我要的无人机印出来，马上就可以在战场上去打。宝姐，这完全颠覆过去的这个作战计划。因为你在这个俄乌战争上面，你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是，如果今天我要进攻你，我答应什么？我答应你的后勤设施，我答应你的运输补给路线。所以你就看到很多的水油槽、很多的兵工厂都是双方要攻击的目标。可是如果按照美军这个 RDER 的计划，对，我的兵工厂在哪里？在货柜里面，我等于说是在车上跑来跑去。你以为我在路上跑来跑去吗？对，没有，我在里面生产无人机，我在里面生产机器人。对，而且当我这货柜一提下来，门一打开，对，无人机就飞出来了。对，所以你知道，川普跟伊隆马斯克构建一个未来不是只有在商业利益用到的机器人跟无人机，在整个战场上面也都是机器人跟无人机，还有 AI， 你就知道说这完全会颠覆掉过去的战场。他们要用什么？用这个新版的这个所谓星战计划。学雷根在1980年代用星战计划拖垮苏联，他们要用新版的这个星战计划打赢跟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战争。而且是你一开始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不相信，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你就告诉我说，原来现在的特斯拉，他们现在要招聘一个什么机器人的训练员。机器人的训练员里面，就是这个机器人，他要不断的动作，每天要走7个小时，他每天要做很多动作，让机器人学他所有的肢体，学他动作。那学这个东西干嘛？还要学他开枪。
未来的机器人是可以开枪的，是可以在战场上的，而且伊隆马斯克说，如果这些机器人上了战场，他绝对不会失误。对，没错。我们印象最深刻就是《魔鬼终结者》跟阿诺两个在那边互相这个拼斗的这个画面。抱歉，未来《魔鬼终结者》真的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会出来，当然会出来。为什么？因为现在发展机器人最先进的特斯拉，它最近在招聘这个机器人数据收集操作员。他就说，你只要简单，你只要戴着这个头盔啦，然后每天的捕捉，他会把它捕捉进去。捕捉进去之后，马上开始训练这个 Optimus 的机器人。训练 Optimus 的机器人之后呢，那就有人在下面就问了伊隆马斯克，这个很重要哦。他就说，机器人士兵在未来会不会变成是现实？伊隆马斯克的回应是的，与电影中不同的是，机器人不会失手。然后另外一个，他还说同意另外一个用户的看法，就是机器人还有其他类型的杀手武器在未来会被制造还有使用。所以也就是说，他认为机器人还有其他类型的杀手武器在未来会被制造还有使用。所以伊隆马斯克直接讲，对，未来真的有机器人士兵，对，而且绝不失手，不会失手啊，因为机器人的话100%的这个命中的基准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真的，所以这伊隆马斯克说了，这不是我们说了，他说真的会有机器人，而且还有不止机器人的类似这样的杀手武器都被使用。而且现在开始模拟，现在看到这个是过去它的一个想定，是想定的一种未来的画面是，未来的机器人，如果你把它加上枪支在它的身上的话，是的，它就是一个最好的士兵了。对，没错。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什么？波士顿动力公司的，当然这是网络上的模拟画面。说什么？你看这是怎样？我有一个人在那边踹，这是机器人哦，踹，就保洁站，他一直在开枪，他还是你把他踹倒，他还是可以打到那个目标。你把他踹倒，还是打。你看，你把他这样转圈，转圈哦，他还是可以突然看精准的打中目标。你看还可以精准的，完全使命必达。对，你看每一个都被他击中了。他其实如果正常人的话，已经在晕倒，但是没有，他完全把所有目标。我给你5个射击目标，对，这5个射击目标，不管你怎么撞我，怎么打我，怎么跌倒，是我都会攻击。对，而且那他后来还弄什么？他后面还弄这个所谓有人质，有真的人质，还有真的犯人让你分辨。他还分辨得出来，你在旁边不断的干扰他，他都分辨得出来。所以我跟你讲，所以伊隆马斯克为什么说，不一样哦，是不会失手哦。看起来的话，真的是不会失手哦。那你知道，如果当他发丑的情况，宝姐你还得了啊？你现在的这个机器人不会失手，未来无人机搞不好也不会失手啊。搞不好那种地面战车也不会失手，甚至还有无人的海上系统啊，这些现在目前为止都已经开始陆续在美军服役喽，也是开始投入喽。你就知道美国未来会把无人化，从陆海空所有都把它无人化、AI 化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战斗力绝对不是在同一个量级上面的一个状况。果然，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资料，原来美国现在刚刚讲的空中的无人机、地面的无人车、海上的无人的舰艇，甚至它连无人潜艇都有了。对，甚至他们现在还做什么？用 AI 来整合，就是说他们用 AI 整合，然后整合之后，当然无人机、无人舰艇，还有包括机器人，这样变成是一个美国未来的全面的作战计划。好，那我们就来讲，现在美国有一个叫做飞鸿龙的这个计划。飞鸿龙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宝杰，那过去一段时间呢，在美军的陆军战场上面来说的话，他们其实都不太敢让这个 AI 来介入。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 AI 介入的话，可能是风险很大。对。但是他们是发现到说，随着你看无人机随时会出现。然后还有很多超高音速的这个飞弹攻击你，所以呢，就战场上的反应速度要越来越快。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现在就开始用 AI 的方式，反正我们收集到资讯之后，用 AI 决策之后，他说要更快，这个从传感器到射手的时间从20分钟要缩短到20秒，就是过去20分钟才能够决策，现在20秒你就要决策。所以也就是说，用这样的方式来快速的来做，让你的作战能力能够快速的这个增加。也就是现在中国以及俄罗斯，他们都已经发出了这个5倍音速的这个超高音速的这个导弹。对。那如果你有超高音速导弹，按照我过去的反应时间，我根本来不及。而且如果你有大量的蜂群战术来对付的话，我按照过去的指挥系统，我也来不及反应。是。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用 AI 的方式，交给第一线的操作员。对，也就是说，我收集到资料之后，然后到第一线的操作员之后，就开始发动目标攻击，而且它这个飞龙计划，宝杰，飞鸿龙计划，你知道，它可以1个小时之内可以攻击1000个目标。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很多无人机来，没有问题，我1个小时可以攻击1000个目标，就是这个目标打完之后再攻击所有的目标。所以这是美国它用 AI 处理之后1个小时，陆军可以接战上千的目标左右的这个状况。好了，所以你说就在1000台战机或者是1000台无人机来攻击，对，我才有时间反应。对，好，那这是陆军的无人机，好，陆军的无人计划。另外一个空军的就是有一个猛毒计划。
猛毒计划就是用 F-16了，F-16来改装成所谓的未来的这个所谓无人战机。你看，他们美国的空军部的部长曾经还试飞过这样一个境况。未来呢，它可以跟我们一般的无人机协同作战。那你跟我们讲，我们不是有讲到这个 RDER 的这个计划吗？对 ，RDER 计划就是这个，我们就讲快速国防实验储备的这个计划。这个意思就是，它未来呢要想办法把目前美军所有的东西呢，都能够在快速的生产出来。我们刚才讲到嘛，无人机要能够在战场上面快速生产。对，另外一个要把所有的这个生产的成本快速降低。我举个例子，譬如说这是什么？这是 B-21的轰炸机。宝洁 B-21的轰炸机来说，是目前为止全美国最先进的轰炸机之一。跟过去的 B-1 轰炸机来说B-2 轰炸机来说相比，宝洁上它只有 B-2 轰炸机的20%的成本，20%成本。也就是说，我战斗力比你更强，但是我只有20%成本。为什么能够降到20%？简单，因为美国现在用所谓 AI 的方式，用所谓的整合方式，就是能够共用的平台，我就让你共用。对，能够用的什么飞机有了，因为我都把所有资料都整合下来了嘛。整合下来之后，我就可以挑选这个飞机中间所有目前空军所有最低的成本，让它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可以降到，我跟你讲。B-21轰炸机比 B-2 还要更强，但是它成本只有20%，所以呢，这就是非常好的方法，就是用灵活式，而且他们现在都用个平台方式，就是我用个平台，然后尽量能够在那个平台上面能够挑的东西都挑进去，让我们美军在未来建设的时候成本可以更低。对，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现在不是只有前面的这个设计的部分，他们连后端我要怎么降低成本，然后整个我都想到了，所以才说这是一整套的这个计划。这一整套为什么现在美国要换这个赫格塞斯这个新的国防部长？因为他才能够了解未来川普的所有的想法嘛。你过去的这个美军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想法嘛，所以才跟你说，因为他们讲说美军其实不是没有能力，对，可是他们现在有很多的道德元素，在这个道德元素里面，我想，我在现场里面。我如果不用人来控制，我交给 AI，那 AI 如果失控怎么办？对，机器人如果失控怎么办？那这个东西有很大的道德风险，所以他们设了很多的门槛。就没有想到现在最担心的是，也就吴董常讲的，未来川普这个疯子，会不会把这个所有的道德枷锁全部打开？他会全部打开，所以才跟你说，未来美国的国防部或者美军会在几年之内会有完全截然不同的风貌。不是，当伊隆马斯克在讲说，未来他对于无人机，对于这个所谓的机器人。他最有兴趣的时候，我还感觉不到说那个未来的改变的巨大。现在我个人感觉到说，机器人现在真的迫在眉睫了，而且没有想到，当你把机器人、你把 AI、你把无人机，你全部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刚刚讲到，它居然会变成了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武器生态。而美国现在刚刚讲，他做了一个 RDER 根本就是我在生产、制造、运送，甚至攻击的时候。来无影去无踪，保罗没有说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最大的困扰其实跟台湾有点类似。我们讲说，台湾的军购每次买了之后呢，到2-3年之后呢，又要等它的排程总是排满的才会到货。那到时候我们讲的想定，搞不好跟现在跟过去又不一样啊。因为我如果3年差的时间，现在 AI 的时间不断的在演变，你怎么知道说我现在买的商品，等到的时候我还需要？所以美国现在研发一个最新计划，就是 RDEI。为什么是 RDER 呢 ？RDER 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快速国防实验储存，什么意思？等于就是说我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比如说我研发最新的技术，比如说我能够快速部署到因应我的需求，直接把它部署到我第一线所最需要的一个战线。而现在真的化为实现，不只是一个想定的。为什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这家公司叫做 Firestone， 它的重面后面写个 lab， 为什么呢？因为它提供的不是军火，它提供的是军工厂，就这个东西。对你看到的，这是军工厂。你看到一个货柜，其实那个货柜 size 也不大哦，但是呢，它每一个货柜其实都是一个兵工厂，一个军工厂。为什么？它可以根据所有的战线的需求，我直接把这个货柜，比如说我投入到乌俄战场的最前线，比如说我投入到哪里，任何一个地方，那这时候它可以干嘛？直接在原地。开始大量迅速的生产他们所需要的无人机，甚至是比较低成本的产品。而且它现在按照这种规划，它1个月最多可以干嘛？可以生产50台。我讲的是一个货柜，对，一个货柜就50台哦，货柜那么小一个哦。那你想想看，我找一个体育馆。偷偷摸摸，神不知鬼不觉，我突然间把10个货柜运过去，然后你也不知道，然后呢，隔天你本来想说，哈哈，你们弹尽粮绝了，对不对？就飞出100台无人机出来，吓死人了嘛！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料说对手的部署，他就在直接在货柜里面打印。对，而且你看到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部分是什么？这个部分是游荡弹药部分，也就是说比较小型的那种，它可以大规模量化生产。因为他说光乌俄战争1个月要消耗1万台，就是那种当做是攻击型的、自杀无人型的。那这个数量的话，我们这个货柜当然是多多益善嘛。但你知道更可怕不在这边？更可怕的是什么？它连高阶产品都有办法3D 打印，
这是他们执行长自己讲的哦。他说：“你今天呢，我们现在当然你这边有很多蓝图，对不对？你可以给我新的，你给我新的呢，不管是复杂的，你看现在手上握的这个，哦，这个就已经变得是比较稍微更大型一点了。他说，你给我蓝图之后呢，我大概9个小时之内可以把所有东西印出来，然后开始进行组装。哦，组装完之后呢，大概在48到70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所谓的相关的测试啊、推行啊、运动。换言之，你今天给他全新的蓝图、全新的设计、全新的规划，他大概在3天之内就可以直接让你这个产品生产出来，凭空出现，然后上线开始进行运作，甚至发动攻击。而且大家非常好奇是，我在货柜里面我生产那样无人机，刚刚看到那些无人机都在货柜里面生产的，它能用吗？能打仗吗？就没有想到说，没有哦。它可以承担的电子战，而且它可以打击，它可以侦测，而且它可以改变你所有的国防制造模式。对，因为过去我们都是要干嘛？花很长的时间，比如说1-2年研发完之后，台湾刀300啊，台湾刀600啊，甚至什么 RTS 什么600N 啊，对不对？各位，它一个型号要研发多久？他说现在不用了。因为你只要把东西丢给我，我马上用3D 列印方式，我就直接把它实做出来。甚至我们讲的美国，它之前先是北方打击的时候，它也加入相关的演练，所以你就知道现在这个美国所谓集战力的 ADR 的这个计划，基本上已经全方面上线。而且你说有一个对比非常明显，是这个现代跟过去的一个战争。过去我们讲的，北韩送到了这个俄乌战场上面，是经过训练的哦，是他们最强的暴风军团的哦。可是他们一到那边以后，他们完全成为炮灰，你就看到现在越来越多悲伤的画面。而且刚刚讲了，泽伦斯基讲，你们非常不负责任，你们完全没有这个负责保护这些北韩士兵。他们怎么？这些北韩士兵到了这个地方，都变成肉饼了。把那个他们根本是干嘛？当炮灰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呢，北韩士兵总共受伤了，我们讲大概1000名左右，死亡的就已经超过100名了。但想看他们也才派1万人而已。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因为往往呢，他们对无人机完全没有概念。毫无所悉。来，各位，你现在仔细看这个画面哦。现在这个画面是什么？是我们讲的北韩士兵的画面，而且甚至有一幕我更显而易见，就是这个北韩士兵他就傻傻的，对，然后就盯着这个无人机看，他也不知道自己被发现了，就这张照片，对，也就是今天无人机盯住你的时候，你只能无助的看着上方，然后呢，你就变成一个待宰羔羊。对，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他没有任何因应无人机做。你看哦，如果说是俄罗斯士兵看到无人机的话，干嘛？拔腿就跑，拼命跑。结果他们不是，他们就傻傻坐在原地，而且完全所有自己的情报。因为你看，其实他们是在干嘛？他在掩蔽哦，想说我穿着这个深色的衣服，透过靠这个树干呢，你就可以看不到我，可以欺敌。但他不知道是在天眼的状况之下，你这种传统的作战模式根本就完全失效嘛，所以导致的结果是变成是一机换一命。乌克兰呢，他只要可能派一架阳春的廉价的1万块、2万块无人机，就可以把你北韩士兵的一条性命换掉。而最后这些北韩士兵上万名去到前线，面对这种完全不同的作战形态，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为什么就丢了。好，那刚才讲，现在美国的无人机，它不是说只有这个无人机，它这个所谓的地上跑的，现在有很多的无人车，它现在在水面有水面上有水面下。现在导播我看这个画面，他们有个鬼蝠轰的这个所谓的无人潜艇，这个鬼蝠轰的潜艇非常有未来感，而且它的功能非常齐全。所以宝哥，它这个形状呢，就是模仿所谓的鬼蝠轰。那为什么鬼蝠轰是这样的？它就是所谓的深海的，我们讲的这种鱼类都对。它为什么要去模仿它？因为理由很简单，它所需要的工作呢，第一个侦查，第二个长时间潜伏，第三个呢，它可以发动我们讲的联动的打击。什么意思？你想想看哦，当今天这个鬼蝠轰它潜伏在我们讲水底下的时候，你的鱼雷或者是你的雷达根本完全没有办法侦测到它，而且它最可怕的在哪里？它一待机，它是可以长效的待机在那边，甚至我们几个礼拜甚至1个月都没关系，神鱼形成一个定锚，而那个定锚就是周遭的所有方圆百里的渔船或者是说战舰、船只，全部它都可以侦测到，而且再来它的航行的我们讲距离可以到18000公里，你想想看这个多可怕！它可以横跨整个太平洋。对，而且它是慢慢开，倒来。换言之，它只要这东西部署下去之后，如果有10辆、有20辆，你整个第一岛链的沿线全部都在它的侦测范围之内，而且它也不用打击你，你知道为什么吗？打击它反而会曝光，它反而是说侦测到这个状况之后呢，它可以用 Link 16甚至 Link 22，它干嘛？去联动其他的，比如说空中的飞行物，或者是无人机，甚至其他的友军来对这些船舰呢来进行轰炸，所以它等于是什么？无形的刺客，无形的密探，它就潜伏在你家里面，潜伏在这海里面，而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不好意思，你的整艘舰艇恐怕已经被炸毁了。好，廷辉。之前我们看到魏哲家，我真的觉得魏哲家那天的谈话充满了各种的讯息。他讲说，他的客户这几个月来对他最关心的是，我要 AI 跟他的应用。他跟伊隆马斯克聊天的时候，伊隆马斯克只关心2个东西，对，关心机器人跟关心无人机。对于现在他的电动车，他谈都没有谈，而且他最在乎就是台积电最新的晶片能不能供应给他。后
后来你们这种学战略的，你们听到的不是这样子，你们听到的是AI 加上了机器人，加上了无人机，再加上了美国的 AI 曼哈顿计划，你说整个就组合起来了。如果说你现在机器人的部队，美国已经掌控了，而且它的这个速度以及它的所谓的战力是非常强的情况下，其他国家跟不上嘛，而且晶片掌控在美国手上嘛，这种时候基本上我们台湾的台积电已经不是单纯只是地缘政治上的概念而已哦，它已经变成霸权的一部分了。那这时候我们看到以往我们回顾一下。以前搞垮前苏联的当时的雷根，对，他喊出了什么计划？星战计划。星战计划嘛，当然当时是糊弄前苏联嘛，前苏联就说他要弄，我要弄，所以都投入大量的预算之后，国防预算下去之后，民生凋敝，后来整个前苏联瓦解掉，不是吗？但是事实上，星战计划有没有？事实上也在规划当中，还有，所以现在就是在落实雷根时代的星战计划，你可以说是2.0，但是事实上就是在落实那时候的一个计划的。所以说。如果今天你把无人机、AI 机器人、无人机，再加上伊隆马斯克的星链，那就完全是雷根的时候的星战计划了。是啊，那我们看到说好莱坞的电影当中所演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会在我们的现实当中生活出现。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常常在看电视，什么李麦克啊、霹雳车啊这些东西？现在不是特斯拉就是这个样子吗？那我们看到了《星际大战》，或者是看到了这些所谓的这个《魔鬼终结者》等等之类的这些画面，以后真的就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出现了。好，那刚才讲伊隆马斯克跟我讲哦，如果我现在在这些机器人，我可不可以上战场？这个上战场，它是最好的机器人士兵吗？就伊隆马斯克说，当然，而且它不像电影一样，它绝对不会失误。机器人真的可以上战场？机器人真的可以变成机器人大军吗？是的，没有错。因为机器人，如果你研发到变成说它跟人类完全的动作一样，又可以自己思考，但是它必须要听命于美国政府的。这时候呢，它当然可以上战场了。而且呢，基本上就算死了100个机器人、1万个机器人，基本上无碍啊。为什么？马上后勤补给，马上继续生产，然后马上运动到前线去，所以就不会有现在俄乌战争什么双方还要征兵。招这个所谓的全民动员，然后呢，有一些役男就跑掉了，这种情形发生呢，这个就是可以解决掉什么所谓的人员不足，而且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哦，现在中国讲究了什么东西？未来战场中国要的就是什么？它的14亿人口，它的什么是一个规模经济的概念没有错，但是你知道中国它是用数量来取胜的。所以中国，比如说海军，它下水饺的方式；那空军，它也制造大量的战斗机。但是你知道，美国他说，他们现在作战的方法不是说什么，比如说你生产1000只，我就是1001只，不是这样子的。它生产的做法，刚刚我们提到了 RDE 这个部分在做什么东西？就是来整个改变所有战场规则。你知道这个美国这个计划了，基本上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什么开始？从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才开始成立的。而成立的时候呢，现在呢，它在国防部下面呢，就是由一个研发与工程部次长，这个叫徐若冰，这个是台湾人小孩，对，台湾小孩，而且他的祖父就是过去的空军副司令徐康良。然后呢，他们移民到美国去之后，他是 UCLA 毕业的，后来到雷神工作，被这个国防部拉去以后做这个次长，他专门在做什么事情哦？这个计划可能大家有点复杂，没有错，但是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经过3次的实验计划。第一次实验计划在做什么？就是远程火力的这个打击。第二个计划叫做所谓的后勤的补给。对。第3个计划叫做基地防御的措施。这3个计划有什么特点呢？因为它都跟印太司令部合作的。他对付的对象都是跟印太司令部合作的，对什么叫做所谓的远程火力打击？他就要做对中国的源头打击嘛。你有多少颗的这个所谓的东风飞弹？不要紧，我直接把你从源头打掉，我从远程方式就把你火力集中掉。所以他这个计划是不断的一直在什么，在创新当中。而且刚刚提到这个东西哦，直接什么？看前线的战场需要什么，我们后勤送过去的东西就是你直接符合战场的东西，而且千变万化。所以这一号人物其实要记住哦，因为他的爸爸在加拿大教这个中国史，所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跟爸爸之间是没有办法联络的哦，因为他教中国史，所以他爸爸必须要到中国去，所以他怕说他连累到他女儿，所以他们是在什么？他的外祖母过世的时候，在台北的时候，他们才见上一次面。那见上一次面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要保密啊，所以为了保密不能跟自己的爸爸见面。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知道说，这个所有的现在美国国防部的所有计划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对付中国的。
所以现在才可怕的原因在这里。如果再加上这个马斯克进来，你说这个就是这个徐若瑄，他就是徐若瑄。那徐若瑄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但是呢，他现在还在国防部里面工作。那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协助美国政府改善它的作战方式、作战模式，不再用所谓的类似什么数量方式，所以才会想说，印太司令部曾经讲什么？曾经如果说中共敢犯台的话，地狱景象，地狱景象。用无人机啊，用机器人啊，用这些东西都可以构成所谓的地狱景象啊，那就是所谓的星战计划都出现，不是吗？他们已经在做了，都已经在做了，而且现在已经进行了第2年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在美国的所有的国防改革当中呢，为什么披露这个消息的第一个消息的这个华文媒体是什么？就是南华早报。为什么南华早报披露？因为他太关注美国的这个新的做法了，因为中国可能会跟不上，所以当美国这些计划都一直推出来的时候，中国跟不上的时候，那这时候呢，霸权的维持呢，就由美国来维持了。好，瑞德，你说我们也不能卡国说华北手它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因为之前不是讲吗？包括台湾刀，包括 Artius 的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这个老板，全部都到了台湾了，而且他们第一个什么？他们要来卖，第一个什么？当然卖武器。第二个来讲，他们也要寻求一些生产基地。你说现在？台湾我们的陆海空，所有的军备，而且所有的训练方式，其实都已经几乎都受到美军的管辖了。那么事实上呢，很多人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美商的无人机制造商其实已经悄悄在我们澎湖的西部的外海已经进行这个无人机的测试。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澎湖西部的外海。甚至于在海峡中线啊，就是中共现在常常飞机飞过来，海峡中线以东这个地方进行无人机的测试。它在测试什么东西啊？它在测试电子干扰，也就是电信干扰，在高强度干扰的情况之下呢。所以你说现在有一个 VBAT 的无人机，这是现在美国发展一个非常新型的无人机。当然，它可以抗辐射，它可以抗干扰，而且它可以远程打击，它甚至可以做征收。结果。他说：“这个美国的无人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最近释出了一张图，他到处跑来跑去，跑去哪里？跑到澎湖来了。对，没错。那请问他为什么在澎湖嘛？那所以他锁定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台湾海峡这一块。那锁定的目标是什么？当然是共军呢，当然是解放军呢。所以呢，事实上呢，虽然表面上是美国的无人机制造商，但是未来也会成为我们包括台湾军购啦等等啦合作等等一个很重要的标的。它最主要是要测试防电站。你要知道一件事，这一次俄乌战场里面呢，无人机发挥了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完全颠覆我们以前大陆军跟大海军的概念嘛。从天而降，竟然用无人机可以炸掉这些装甲车，炸掉这些包括无人舰艇，竟然可以炸掉这个等于说军舰、驱逐舰等等嘛。所以它已经改变了整个战场，从以前的2D 变成3D 的立体作战。但台湾目前为止，我们的无人机的架构是什么？我不客气告诉大家，我们每次的兵推都知道，中共要打台湾，第一个飞弹、火箭弹过来，第二个飞机轰炸，第三个就大批的万舰齐过，然后越过台湾的海峡要登陆嘛，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我既然是豪猪是刺猬，我就想尽办法要把你船给打掉嘛。船打掉有很多办法，我们的飞弹世界第2，但问题是。我们的飞弹密度世界第2，也经不起这样子的一波又一波的消耗嘛，所以在如此的情况之下，其实无人机扮演了跟飞弹相辅相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等于说关键嘛。所以现在你看，我们不是这一波买了这个等于说包括这个那个相关的这个弹簧刀300吗？弹簧刀300其实是已经比较属于登陆后的一个相关的作战。但是600M 291架呢，事实上就配合我们现在已经全数完成剑翔无人机200多架，剑翔无人机跟它2个配合了以后，直接可以寻找越过台湾海峡来的船舰，直接炸掉嘛。这全部加起来刚好500架左右。而且我听见我才最惊讶的是，原来美国现在他要去实验他的无人机，或者试验他很多新的武器。居然都是以台湾，我们这一讲它的兵推、它的军演以台湾为中心。结果我刚刚讲，这个就是澎湖，这个就是澎湖州这个跟这个中线，他们就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跑，在这个地方演练，他们也是要完全熟悉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要熟悉这个地方？刚刚讲打台湾，第一个要打哪里？取台湾，第一个要取澎湖。如果我要打下澎湖，我要从哪来？我要从这里来，所以我要把这里搞清楚。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雷霆2000现在部署在什么地方？部署在金门跟马祖嘛。但是海马斯火箭弹部署在哪里？除了台湾西部之外呢，是还有包括澎湖。现在澎湖是重中之重，
两边都知道谁占下澎湖了以后呢，那么事实上呢，谁要守住澎湖，谁被澎湖被占下来，中共占下来以后，才是决定台海战役最重要的一个据点。